我一手王炸，让商力蒸发2000亿。少爷，三金抵押了几个项目，又借了不少生意伙伴的钱，凑足了2000亿砸进了花生期货市场。大姨终于上钩了。只要我们吃了他这2000亿，别说下个月的商战了，他这个月都撑不过去。商少，要不是您决策果断，让我打钱给三金，恐怕以这只小狐狸的性子，是绝对不会上当的。既然已经上钩，那就到了收网的时刻，传令下去，立刻给我做空对冲，他抬多少价格就给我压多少价格。在商力的命令下，元老阁、基金会的操盘手们开始了疯狂做空模式。花生期货的价格在多空双方博弈对峙的情况下，跟心电图似的上蹿下跳。三金已经砸了1800多亿了，我们对冲了近2000亿，不过价格没怎么砸下来。对方不要命的打法，让不少傻叉觉得之前的消息是烟雾弹，居然跟着三金一起做多。2000亿是三金的流动资金上限。以我对三金的了解，用完了这些资金之后，他要么就是靠他那个什么狗屁白龙王的名号去骗钱，要么就是去忽悠人跟他投钱。你们听着，告诉国内商界的富豪们，最近谁要敢借给三金钱，或者是给他投资，就是元老阁和基金会的敌人。报告，检测到有300亿的资金突然出现与我们对冲。知道是哪方势力的资金吗？根据孩子们的调查，这笔资金出自任何人先生家。我操！你别诬陷人啊！我一直都是站在商少这边的，我绝对不是双面间谍。仁和，我相信你，但是现在这个情况，你总得给大家一个解释吧。老婆，咱家什么情况啊？怎么突然那么多资金投到期货市场里来了？老任嘛，我听说你出差了，你们任家做多这事，我就亲自跑一趟给他们说。嘿嘿，不用客气。老任啊，你也真是的，这几天神神秘秘，干什么也不跟家里说。你早说你是跟三金先生合作啊！我已经把家里能抵押的全抵押出去了。放心，你做什么事，我这个当女主人的绝对支持到底。这点钱要是不够，我就去找老爷子见。任先生，老爷子那边后续的200亿，估计很快就能投入市场里来了。有钱大家一起赚，我是不会忘记你的恩情的。商少，任先生，你不用解释了，我相信你是站在我这边的。不过接下来的操盘你就不用继续跟了，传令下去，再找基金会批500亿，继续跟三金对冲。仁和绝望了，平白无故让商力多花了500亿的成本，他知道以后双方都不会再相信自己了。多空大战持续了1个星期，局势渐渐明朗起来，花生期货价格终于从焦灼状态开始疯狂下跌，多头支撑不住了，资金已经穷尽了，空头的庄家还在持续注资。我真是造孽才会买入做多啊！兄弟们，今天天台的风大不大？金总，2000亿的资金已经全部投入进去了，目前账上只剩下几千万了。后续还想买入，要么是去借钱，要么只能抛售我们手里持有的股票了。2000亿已经足够了。报告一下商力那边的情况。虽然我们这边的操作技术略胜一筹，但对方的资金量太大，根本不是技术能弥补的。对方比我们多花了起码650亿，已经让花生期货的价格下跌了20%。如果这次我们加了杠杆的话，恐怕已经爆仓出场了。现在市面上的空方势力太强，明天开盘如果不注入大量资金的话，花生期货的价格还会一路下跌。利空消息太多了，尤其是国家证实沙漠地区不会进口花生，简直就是直接对着我们新墨子捅了一刀。商力那边估计也已经把能用的资金都用尽了，看来是时候祭出大杀器了。伟大的鸿蒙会长，至高无上的白龙王，尊敬的三金先生，请问找我有何吩咐？阿卜杜这人很迷信，他坚信是神明下凡来拯救了自己。阿卜杜，该你上场表演了。我已经跟沙漠地区的12个国家组成了收购联盟，同时跟大夏的红星粮食集团达成了收购协议。接下来几年的花生，我们都会从大夏这进口，并且货币用大夏币与石油来结算。那真是太感谢了。隔天，商力满怀信心，准备在今天一举击垮三金。基金会、元老阁的兄弟们，只要我们将花生期货的价格再压低25%，三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。那个时候，心愿资本就是一头肥羊，而我们就是吞下肥羊的饿狼。在场所有人都是一阵热血沸腾。听我命令，把账户上所有的钱全给我砸下去，给我把花生期货的价格压下去。1号账户23亿全部沽空成功，5号账户50亿全部做空成功，9号账户25亿花生期货全部做空，目前价格持续下跌中。三金，我看你这次死不死？然而2个小时过去了，事情并没有按照商力的想象发展。少爷不对劲，花生期货的价格正在暴涨，散户和机构正在疯狂买入，我们的空单压不住他们疯狂的行为。多头的资金已经比我们多出25%了，花生期货的价格恢复做空之前的价格了。他们疯了吗？为什么所有人都在买入？一阵阵惊呼声传入商力的耳中。谁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商少，你快看这个新闻。据悉，骆驼国的阿卜杜皇子正率领沙漠地区的商团前往大夏，目的非常明确，接下来几年的花生，他们都会从大夏这进口，并且阿卜杜皇子这次的交易结算用的是石油和大夏币，直接跳过了用霸国币交易，这代表着沙漠地区的国家将跟大夏进行一个长久的合作共赢生意。这怎么可能？我之前散布出去的新闻明明就是谣言啊！
怎么会变成真的？而且居然还是用大夏币交易，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商少，这么大的利好消息出现，砸再多钱去做空也没用的，要不我们还是平仓止损吧？不可能，这一战关系到夏夜商战的事情，如果我输了，怎么跟我爷爷、跟基金会交代？你们继续给我做空，我去找基金会申请资金，大不了用海量资金把利好消息给压下去。再给我5000亿，我要拿海量资金压死三金。你脑子有毛病吗？你以为5000亿是零花钱吗？可是如果不继续下去，那2000亿就要打水漂了啊！史密斯先生，您看能不能让基金会去骆驼国谈谈，争取把这单生意给压下去？如果这单生意做成了，基金会也不会好过的。这一点我倒是可以做到，钱你再想想办法，我去骆驼国谈判。有基金会出面，骆驼国一定会取消这次合作的。传令下去，给我从元老阁还有商家再调1000亿的资金过来，全力做空。商少，这恐怕不合规矩吧？商阁主说了，元老阁和商家的资金调动必须要。废什么话？我让你调就调。这次一旦我们输了，基金会和元老阁都不会饶了我们。花生期货的价格已经暴涨30%了，到目前为止我们赚了1000亿了，对方已经怂了，我们大获全胜。老板，我真是佩服死你了！之前大夏官方3番5次去找沙漠地区的商团合作，但都收效甚微，您一出手直接就是王炸。正所谓得道者多助，咱们大夏对外做生意一向是诚信为本，当然会受到这些人的青睐了。三金先生，基金会的人去了骆驼国，想阻拦这次的交易，安排上，必须安排上。此时骆驼国基金会的使者比尔、史密斯一脸的高高在上。基金会有令，让阿卜杜赶紧带着他的人回来，这次与大夏国的生意取消。史密斯先生，你喜欢玩游戏吗？还行，你问这个干嘛？下一刻，一名侍卫直接电晕了史密斯。等他醒来的时候，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斗兽场中间，不远处还有2头咆哮的猛兽。广播里传来了阿卜杜的声音：当初你们基金会把我抓到天堂岛的时候，就应该想到这个下场。另外一边，基金会与元老阁的操盘手们不断报告着坏消息。双手买入的大单太多了，我们的那些钱砸进去没有半点水花。商少，我们快撑不住了，基金会那边到底多久才能有反馈？这次阿卜杜皇子带商团来做生意，属于100年不遇的大利好，机构和散户都买疯了。花生期货的价格已经涨了50%了，我们快爆仓了！都给我闭嘴，接着做空，基金会那边绝对不会出岔子的。商少，目前局势很糟糕，不如我们也做多，趁着这波行情在赚上一笔，下个月跟三金打商战也能多点筹码。赚个屁！我要的是把三金给压死，现在掉过头来做多，不是帮三金赚钱吗？商少，止损是为了下次更好的战斗，咱们这不是认怂，是别他妈废话，我让你继续做空。商力眼睛涨红，就像是输急眼的赌徒一样。史密斯先生那边怎么样了？是不是已经把阿卜杜给劝回去了？史密斯先生被老虎吃了，现在估计已经变成一头大便了。商少，止损做多吧，我们现在还有机会。不，还有机会，只要我不计成本的进口花生放入国内市场倾销，花生期货的价格还是会降。给我再调2000亿的资金来，我要在3天内进口2000亿的花生放到国内销售。所有人都震惊了，一旦真的进口2000亿的花生进入大夏，那花生价格将分分钟跌入谷底。但同样，这2000亿几乎是打水漂了。商少，你不是开玩笑吧？你这么干会把国内花生市场扰乱的，商阁主绝对不会允许你这么干的。我有预感，一旦这次放过了3金，我将永无翻身之日。赶紧去办，钱的事情我来搞定。等花生运过来之时，就是你3金的葬身之日。没多久，3金接到了江三的电话。三爷怎么有空给我打电话呀？三金，你也就现在笑得出来了。等我把情报告诉你，你就该哭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商力带了2000亿在国外进口花生，估计用不了几天，这些花生就能到大夏。你的期货合约这2天能交割吗？能的话赶紧跑。交割不了，而且现在的价位交割，我也没多少赚头，前期亏得太狠了。那你自己好好想想办法吧。不出3天，国内的花生价格必然跌到谷底。有这么严重吗？拜托，最基本的供需关系你上学没学过吗？2000亿的花生运到市场上卖，价格能跌到1分钱1斤，你信不信？挂断电话，3金的脸色难看到了极点。老公，出什么问题了吗？马德，商力要了几百万老农的命，哪怕是商战输了，3金也不会有太大的怒意。可是如果花生真跌到了1分钱1斤，那么几百万的农民今年可能会被活活饿死。商力真的太不是人了，他这是自己亏钱，也要拉上我们亏，完事还要让几百万花生种植户血亏。兄弟们，如果这次的期货大战我输了，你们会怪我吗？